子为王，母为虏，终日冲薄暮，常与死为伍。相离3000里，当谁使告汝？常与死为伍，奴婢还以为是什么宫中艳词呢。那戚夫人不是宠姬吗？为什么她写的诗这么悲哀呢？我来告诉你吧，其实道理很简单。自古以来被皇帝宠幸的公姬和爱姬，只不过是被人玩。小玉，你怎么了？失魂落魄，跟见了鬼似的。救救我们家夫人吧！救救我们家夫人啊！她怎么了？有人闯到我们帐篷里了。哎呀，本王喜欢的就是你这样的女人。我告诉你，也真是奇怪了啊！你说说，就算是弱水3000，本王就想喝你这一瓢。就算是你是一瓶烈酒，一匹烈马，本王这次喝定了，吃定了。别这样看着我啊！谁？是谁？谁这么大胆？你说来，小玉。你不说，我就去告诉皇上。小的看还是别去的好，否则这件事情张扬出去，恐怕见阎王的第一个就是你家夫人，其他的知情人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。晋王，晋王请。夫人，这个畜生！小玉，快去拿药箱。别去。可是夫人，皇上看见了伤会追究的。你这伤不是10天半月会好得了的。皇上要是……你以为皇上会因为我而伤了他们兄弟的感情？说不定正因为这样，还把我送给靖王。驾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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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呀！华妃夫人治病了！来人呐！叩见皇夫人上。怎么样了？啊，快起来吧。太医，夫人的伤势如何？夫人没什么大碍，只是皮肉之伤，微臣立刻开方，旬日可愈。另外再开几贴独参汤，给夫人调补调补。是皇上。快去。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呢？
半夜里怎么会坠马呢？都是臣妾不好，惹皇上担心了。臣妾一时兴起，想骑马踏月散心，没想到马是火畜，再驯良也还是有烈性。朕从小就与马为伍，到现在还不敢说十拿九稳呢。以后骑马要多加小心一点。是。让朕看看你的伤势吧。啊。臣已经看过了，那匹马是被人戳伤的。他的苦衷。皇上，臣只是想不明白，花蕊夫人为什么要故意坠马呢？想不通就别想了，把马给杀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要传出去。是。晋王，皇上有没有说什么？皇上把那匹马杀了，他没有怀疑什么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好，那我知道了。委曲求全，我已经对不起从善了，如今我还要对不起林仁兆吗？奇迹之奇就在于臣带兵过江北上，以寿州为根据地之后，请国主立即通知宋朝廷，就说臣举兵叛乱，请宋皇帝遣大军围剿。此计若成，将来臣归国受赏；此计若不成，国主请进驻臣之家眷。爱卿，为了江南百姓免遭战火波及，朕只好如此做了。陈大人，国主不能调我离开水师啊！一旦宋军挥师南下，我还能挡一挡。国主这是错误的决定。我知道，我本来也希望朝廷能够加强军力，可是国主一直不愿意和宋廷起冲突，他希望能避免战事发生。有些仗是非打不可，我要见国主。哎，林仁兆，国主已数日不上朝了，他不在宫中。不在宫中？那他在哪儿？他和几位大臣在青山寺闭关祈福。施主，倪仁兆前来谒见国主，请师父带路。国主在闭关，此事非常重要，请师父务必转达。是。跟着。是。是我。师父。国主还在里面闭关大战，咱们能会客，把他回了。是。快，要出大事了！快点啊！撤！将军，已经等了数个时辰，咱们还要等下去吗？
大人。师傅，救命啊！师傅，师傅！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佛门圣地，你在这儿动刀动枪，眼里还有国主吗？你李仁照，住手！国主，臣已经在外等了数个时辰，实在情非得已，请国主见谅。臣有要事，非以此手段兵谏国主不可。李仁照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胁迫国主！你这是忤逆犯上，一律当斩。你想杀谁？国主是为国祈福，你不要命了？退下！是，不可惊扰国主。国主，臣冒犯国主之处，臣自愿领罪。但臣有2个请求：一，请国主收回成命，请勿将臣调离水师，臣受南都，可防宋军越雷池一步啊。2，请国主不可宁佛，这个和尚乃是个妖僧，假佛陀之名魅惑国主，祸国殃民。请国主准臣杀此妖僧。国主太过宁佛，以有用之才养无用之人，不仅浪费公帑，甚至腐化人心。请国主即日下诏，不以公帑养僧，请以养僧之金养兵，以充实国力，增强国防。够了，回宫再说。多谢国主。国主，恭送国主。好你个林仁照！哼，当年周世宗革新积弊，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毁佛废寺院，令僧尼还俗归农，增加生产人口，西毁铜佛以铸钱，改变了5代以来钱币的匮乏。国主，多一个佛徒，朝廷就会损失一个丁男的赋役。您为佛门浪费了太多的心思和银两，恳请国主以家国为重。国主，潘佑大人，朕不是让你安心在家养病吗？国主，臣的病好多了。臣听说林仁照兵谏，这是何等的大事，臣能不赶来吗？你来的正好。林仁照携带兵器属下，威逼国主直言犯上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再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也是不可取的。再说了，国主闭关也是为了全国百姓的福泽，此等臣子死有余辜，不杀之难以尽孝游。国主，国难之秋，林仁照忧国忧民，心急如焚，请国主体念他一片赤诚，恕他无罪。国难之秋，人人都心急如焚，难道心急如焚就可以目中无人了吗？国主，您要杀臣，臣无怨言，但也请国主听臣把话说完。国主，我朝与宋朝的疆土虽然以长江为界，但是两岸百姓原本可以自由往来，交通无碍。可最近，北朝下令禁止商旅过江，亦不准百姓沿江樵采渔猎。这种情况不寻常啊！最近有商人向末将密报，说宋朝廷造了数千战舰停在荆南，臣有10成把握，他们造这些战舰是为了伐我江南做准备。请国主下令，准臣将这些战舰焚毁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如果宋廷以这当借口讨伐我们呢？那我们跟南汉不是没有什么两样了吗？朕把你调职，就是担心你的冲动。朕怕的就是你轻启战端。国主，可宋的战舰就在那儿啊，我们不破坏它，它将来必成祸害，不可不防啊！国主，您将臣调走，万一宋军南来怎么办？谁可接替臣？有谁能比臣更了解我江南水师？你这是危言耸听，老是拿宋军当借口，搞得我们人心惶惶。
宋伐孟蜀是因为孟昶妄自尊大，企图勾结契丹；宋伐北汉，那是因为北汉跟他有世仇；宋伐南汉，也是因为南汉先侵入了宋。我们代宋既没有野心，也没有占他便宜，他为什么要伐我们？胥友，你可以带着国主念经拜佛，但是你绝不能把国家带入亡国之境，只求摇尾乞怜，小心狗权。你自己没有一点骨气，这国家能强得起来吗？能强多久啊？国主，狗权只是一时，国家要长长久久，一定要靠我们自己防御啊！您让这种人带您去听和尚谈佛说法，还不如听听林仁兆的强国之法。朕正是以家国为重，才要信佛。佛门讲慈悲，讲感化，讲与人无争，这也是合乎圣贤垂训。卢将说，要灭吴越，以立国威。林仁兆也说过，要收复淮南，要焚毁宋廷的战舰。可在朕看来，那些提议都是赌，是赌最后一把。赢了固然欢喜，可要是输了呢？朕不能给宋朝廷带来伐我江南的口实。孟蜀和南汉的阴间不远，他们全都是先自寻祸端，国家在短短的2个月之内就灭亡了。赵匡胤虽然有野心，可是只要我朝能够忍辱负重，视他恭顺，先换取他的善待，那我们大唐就有更长的喘息的时间。也许佛祖保佑，到时情况改变，对我们有利也不一定。朕勤拜佛，不只期望佛力保国，更祈求以佛力超脱内心，获得坚韧的力量。不管怎么样，臣妾都支持你。你不是有事要跟朕说吗？韩王的妻子今天又来了，他想问韩王什么时候回来。他不能回来了，对不对？要是他妻子再来问臣妾，臣妾该怎么回他才好呢？你就告诉他，朕会写信给宋皇帝，请他早日让从善回来。江南和吴越这2个地方，与南汉、北汉截然不同。只要他们能够保境安民，那子子孙孙就可以常享富贵。是，多谢皇恩。从善啊，你不介意朕直呼你的名字吧？啊，朕是把你当做自己人呐。是，皇上视臣为自己人，是臣的荣宠，臣多谢皇上。你来此许久，朕还没有给你封个爵位。这样吧，朕就封你为太宁军节度使，将来去镇守山东兖州。镇守山东兖州，那就不必留在汴京当人质。你觉得如何啊？臣领赏，臣叩谢皇恩。平身吧。谢皇上。皇上，节度使李大人要出镇兖州还没那么快，要不要给他在京城找个房子？那是当然了，你们就帮从善找一处合适的房子，如果找不到，就在汴河旁找一块地给他盖一栋全新的。臣遵旨。不，皇上，臣随便一间小屋就可安身，不必浪费朝廷的公堂。你还没有上朝，就已经想到要替朝廷节省公堂。有你这份心意，那朕更要替你找一个更好的。
更舒服的地方住下来。这件事就交给晋王去办吧。是，臣遵旨。皇上，要不要多盖几栋？行，你去办吧。哎，皇上，臣斗胆，臣在没有出镇兖州之前，可否先回一趟江南，告诉妻小，以免他们挂念。出来这么久了，想家也是在所难免的。这样吧，朕就下诏李煜，把你一家大小送来，让你们全家在此团聚吧。我都回不去了，怎能再让他们来？啊，皇上误会了，臣之妻向来凶悍，能远离他，臣求之不得，又岂能再将她带在身边呢？好吧，你怎么说就怎么好，随你的意喽。是，谢皇上。赵普参见皇上。这是江正从江南托人呈给朕的一封信，你看一看。敢兵谏李煜，这个人肯定是一员猛将。林仁兆，啊，臣知道，此人小名叫林虎子。听说他浑身上下，从前胸到后背，请高将给他赐了一头白额金睛老虎。此人年少投军，屡立奇功。江南元宗在位时，他就获拔为节度使，将重兵镇守武昌，而且是专为抗宋。此人要不除，臣担心将来定是个祸害呀。好，你设法去把这个人的画像弄一张来，朕倒要看看这头老虎到底有多么的凶猛。臣遵旨。哎呦，就林仁兆这神韵，你掌握的还真好。画人像重点在这人的特色。我跟林仁兆这么熟，他的一举一动、一个眼神，全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大师，你就放心吧。请。刚才朕已经巡视过金明池的水师了。这宋延沃把水师督训得极好，船舰也造了数千艘了。现在就等朕的一声令下，我大军就可以渡长江下江南了。皇上，江南国主李煜一向恭顺，此前不久也才遣胞弟从善来京，自请薛国号，贬王位，且岁岁来贡，对朝廷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之处。皇上，他和那些荒淫暴虐的刘昶、孟昶大不相同啊！好了，朕看你是佛门待久了，吃素吃多了，真的生出慈悲心了吗？还是你弄假成真？你忘了当初你是为何潜入江南的了？贫僧没忘。没忘最好。朕不是不能容李煜，这是国家一统的千秋大业，而不是个人恩怨。朕是以战止战，盼望的只是一战成功，从此天下就太平了。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？贫僧明白。朕一直按兵不动，就是顾念着江南百姓，想给李煜一个机会。只要他肯奉诏北上，这场仗也不一定是非打不可的。但朕为国为民，就不能不做两手准备。这就叫止戈为武。江正，贫僧知错了，皇上，还是您明鉴千里啊。算了，这不关你的事。哦，对了，你拿的是林仁兆的画像吗？贫僧特地为您送来。朕下个月初3想到山里头去静思几天。如果你想来的话，就过来陪陪朕吧。是，皇上恩宠，贫僧一定去。
佛法无边，广被众生。弟子李煜忝为一国之主，不能不为黎民百姓求佛庇佑。今日神州板荡，大宋士气国威，蚕食鲸吞，眼下江南诸侯就剩下我江南和吴越了。佛祖，弟子以仁善立国，与孟昶和刘昶不同。弟子从无逐鹿天下之心，但求拯民于水火。佛祖，请您慈悲，成全弟子一片诚心。贫僧参见国主。大师，两国之交贵在相和。这些年来，朕一心以小事大，忍辱负重，总不忘以苍生为念，不愿轻弃战端。但北朝亡我之心却不死。朕不愿意伤人，又希望家国得以护佑。朕真的不知道除了求佛，还能做些什么。国主，贫僧以为，要说求佛，不如说学佛。学佛的勇敢、无畏、放下、坦然面对。在佛的监视之下，当困难来临的时候，我心能平静，不逃避和勇敢承担。大师，朕该放下的是什么？该面对的又是什么？放下的是身段，面对的是灾劫。国主一定听说过佛陀在80岁高龄的时候，独自去阻挡毗琉璃王大军的故事吧？国主，贫僧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，大宋皇帝过几天要到山中小寺住几天，您要不要去跟他见一面，请他高抬贵手，放过江南，与您和平相处，使江南免于干戈。要朕去见他，求他。是，犹如佛祖去求毗琉璃王退兵，贫僧愿陪同前往。没想到在这山顶上，还有这么庄严肃穆的寺庙。是，扩建以后显得更加气派了。这座寺庙，想当初朕在寒威时就曾投宿于此。每当朕国事繁忙之际朕就一定会想到这里来静思几天，以警惕自己勿忘初志。夫人，所以朕也想带你到这儿来看看。夫人，请吧。朕曾经梦想，要带着他漫步在山原水边，在城市楼阁，在天涯海角，在这世间的每个角落。可是，他却做了另一个选择。那皇上，你岂不是很伤心？这件事的确让朕尝到了心痛的感觉，我真是心如刀割呀。几年之后，那个人竟然不珍惜他，还移情于自己的姨妹，而且做了一首糟蹋他的词。他是朕这一生用生命来呵护的爱，那个人怎能如此呢？朕即使到了95之尊之位，也挽救不了这个遗憾。就连朕要替他讨公道，要罚不罚他江南，都左支右绌，顾忌连连。罚他，朕又贪心，别人会说朕是假公济私，挟怨报复；不罚他，
止别人说朕是因私害公，放弃一统江山的大业。皇上这份深情，让人很感动。朕常常把你想成他，拿你替代他。朕这样做，对你太不公平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只要臣妾真的能替皇上分担忧愁，臣妾不在乎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朕心里有数，心里有数啊。国主，驾！站住！贫僧是皇上召见来此讲佛的。大师，请。请。贫僧江正拜见皇上。李煜，江南李煜拜见上邦皇帝万岁。真的是你？你真的敢来见朕？江正，你下去，叫禁卫军统统在下面守着，谁都不许上来。是，贫僧告退。这里只有你我二人，有什么话，尽管说吧。李煜信佛，知道佛国有一个故事。佛陀的祖国释迦族被毗琉璃王灭掉之前，释迦族的国王独自挺身出城去见毗琉璃王。他要求毗琉璃王给他族人一点逃生的时间。他说：“我的要求不多，只求你让我潜到水中，在我浮出水面之前，请允许我的族人逃离。”人潜入水中只不过是片刻之久，他又能救得了几人呢？毗琉璃王就是因为想到了这点，所以答应了他。释迦国王二话不说，就跃入了水里，一直到全城的人都离开了。毗琉璃王发觉情况不对，派人下水探查，才发现释迦国王将自己的头发跟水底的树根绑在了一起，以气绝多时。你的意思是想告诉朕，你要做释迦国王吗？朝臣都不应该有私交，更别说你跟朕。这种国家大事，岂能在此你我私下论坛？没有路事，谁都可以说了不算。你得大大方方，正式到汴京去。在这里，朕什么都不会答应你的。国主，四小僧寡无人伺候，今夜就委屈您在这儿多住一宵了。国主，她不是赵惠娘娘，你可千万别糊涂啊！是啊，国主，哎，你可得想清楚，这后果您是知道的，我们三个都得死啊！朕很清醒，朕已经估算过了，赵匡胤这次带的侍卫并不多，只要我们小心谨慎，一定会成功的。国主，这是上天给朕对娥皇的弥补。如果朕不做，即使让朕拥有江山，朕一辈子都不会安心。可是国主，好了，朕的主意已定。如果你们不敢帮忙，朕一个人也可以带他走。哎，国主，国主，驾！
出发！国主，一个都别想走！不干国主的事，是我心甘情愿跟他走的。你们要抓我走好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皇上，李国主他……你做得很好，这里没有你的事。下去吧。是。如果李煜没有会错意，这摆明是个圈套。皇上要李煜露丑，不管这是不是圈套，你堂堂的一国之主，为德不修，竟敢诱拐我大宋宫人潜逃，你可知罪吗？请皇上开恩，这不能怪国主，因为花蕊夫人和赵惠娘娘实在太像了。皇上开恩，国主是因为太思念赵惠娘娘了，所以才会一时糊涂啊！住口！让他自己说。李煜不认为有罪，但也无话可说。有罪无罪，朕自有定夺。朕只是想知道，在你心里，是真的把她当成娥皇了吗？刚开始的时候，是有一点痴迷，我以为是娥皇再回来了。可是到后来发现，她只是形貌酷似，并非一人。那你为什么又愿意冒死带她走呢？娥皇若能再世为人，李煜虽死不憾。来人！皇上开恩，开恩呐！御前侍卫听令，皇上，备上顶车马，护送李国主到江北驿站，不得有误。遵旨。谢皇上，谢皇上。皇上为何不加罪，反倒派人护送呢？花蕊夫人的确是朕的侍亲使，是朕用来试你对娥皇是否真心。你既然有情有义，朕又岂能刻薄寡恩？走吧，这次朕饶了你。娥皇是我的妻子，我们的感情不容亵渎跟试探。臣妾叩见皇上。哎，夫人，快请起。朕要多谢夫人的合作。皇上就不怕臣妾真的逃走吗？哈哈哈！你要真的想走，朕又怎么能留得住你呢？朕要多谢你的帮助，让朕知道了李煜对娥皇是真的有情。更重要的是让朕找到了一个可以原谅李煜的理由。要原谅一个人，是多么的不容易啊！尤其这个人曾经伤害过你最心爱的人。国主，请容小的多嘴。那花蕊夫人，她不是死去的赵惠娘娘，您千万不要犯糊涂啊！那小的去给您换杯热茶。国主，汉王来信了。汉王的信没有经过枢密院转，是北朝那边有人受托，指定要直接交给国主。快，传许攸、徐铉还有张继3个人进宫。是。
韩王的话可信吗？林人照有可能背叛吗？朕实在是难以相信。国主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为什么？难道国主怀疑韩王诬赖他吗？国主，韩王与林人照无冤无仇，不仅没有冤仇，而且私交甚好啊！若非有明显的事证，韩王怎可能从汴京来这么一封信？国主，您看看这信上的笔迹，是韩王的吧？是。那说明这信是真的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人要故意陷害他。可朕怎么也不相信林人照是个不忠不义之人。不如把陈乔、潘佑找来，大家一起商议该怎么处置。国主，千万不可呀！潘佑和陈乔跟林人照交情甚好，难免替他说好话。如此一旦走漏了风声，林人照得到消息，马上举兵而返，到时候国主要处置他可就不容易了。至少朕可以先拿下他，再交给有关法司审问清楚。国主，千万不可呀！若林人照勾结的是吴越或北汉，可以照正规办。但是他现在私通的是汴京啊！如果您公开拿他讯问，那岂不是公然昭示我们不臣服宋廷，有意要与宋为敌吗？可朕也不能够单凭韩王的一封信，就定林人照造叛呢。哎，国主，不如先试试他，让他呢先交出兵权，看看他的反应如何。让他交出兵权？嗯，是。交出兵权，林人照怎么可能叛国？他当时说要带兵攻淮南，说要收回江北14州，那么情真意切。可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，他要带兵投宋，那我朝损失的岂止是兵而已啊！就依你所言，缴他兵权吧。啊，臣遵旨。国主诏曰：即日起解除林人照水师兵权，林卿另有任用。闻道之日着即生效，故兹昭示受卿知悉，谢恩。林将军，接诏谢恩吧。薛大人，国主为什么献臣兵权？国主不是说了吗？林卿另有任用，赶快接诏吧。我不能接受。不接受？不接受就是抗旨，抗旨是要杀头的。卸我兵权，还有谁可以替代我？宋廷还会在乎谁？不巧，正是下官。赶快把兵权交出来吧！你干什么呀？你懂什么？你会带兵打仗吗？带不带兵，打不打仗，到时候国主自有他的安排。你还是把兵权交出来吧。啊，不行。好，我跟你回京。我和国主说。请。哼，将军，徐游，林将军，国主，您不能献臣兵权呀！臣带兵几十年了，您不让臣带兵，岂不像鸟没了翅膀？那臣还能干什么？臣这个人还有什么用啊？你总算把实话说出来了。你怕你不带着兵投靠宋，宋廷不要你吧？什么投宋？谁要投宋？你把话说清楚。大宋传来的消息，说你林人照已经约期来归，人家连大房舍都给你盖好了。依下官的意思，早该把你镇杀了。是国主仁慈，要给你机会试探你。想不到你还是死抓着兵权不放，还说什么反攻淮南？我看你呀，你是预谋叛国。你林人照，国主，臣是冤枉的。
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臣，您不能相信这种话呀，国主，臣一片担心。什么？一片担心？哼！你上次率人携兵器威吓国主，现在当着国主的面在这动武，下次你的刀就直接指向国主了。国主，是徐攸在这煽风点火，我早就看朕不顺眼，您不能那么庸信他的话呀。朕要是庸信，还能够让你站在这里吗？你不要诬赖徐攸，消息是从北方传过来的。你已经拿了你的一幅画像，还有我江南的军事兵舆图，给了宋廷。没有这回事啊！那人的话不能信，一定有人故意陷害臣。臣他脾气不太好，难免得罪人。得罪人？韩王跟你有交情吧？韩王会陷害你吗？什么？是韩王说的？没错，是韩王说的。就因消息来自韩王，朕才很为难。国主既为难，却还要谢臣的兵权，这还不够用心吗？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您不相信您手下之将，您叫将领怎么样为您效命？您这还不够用心吗？林仁兆，国主，即便林仁兆是一员虎将，如今要防他反噬，也不能纵虎归山呐。就算你是冤枉的，杀你一人可保国家平安，解除大宋的疑惑，你的死也是应该的。这就是你的计谋？哼！你早就想除掉我了，是不是？我死不足惜，但我不能让你这个小人在国主身边祸左国主。无礼了！大胆！国主，君呐！如果人人都学林仁兆，国主的威严何在？这种人死有余辜。臣请国主立即下令处决林仁兆。昏君！国家要亡在你的手上，我将。朝廷啊，哎呀，老爷，李平大人有封急谏。林仁兆战李傕，林仁兆出事了，不行，我要去阻止。潘大人，你不要着急，国主不是洪洞之人，我去就行了。好，你快去看看出什么事了，快告诉我消息啊！林将军，林将军。你看这个，林将军，林将军，林将军。小民樊若是从小在江边长大，对长江之水了如指掌。长久以来，我一直在寻觅一位肯真正为朝廷做事的将军，而您正是我所要找的人，所以我愿意提出浮桥渡江的构想，助将军北伐之用。国主，林仁兆忠肝义胆，一心要报效朝廷，他怎么会叛国呢？国主，臣愿以全家人性命作保，请国主收回成命，让臣来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国主，请收回成命。快！奸臣当道啊！我大唐要亡国啊！告诉徐攸这个奸臣，他误国害仇，陷害忠良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！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他！为啥？这。
国主，陈桥陈大人没有救下离人诏，他赶到法场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去外面守着，任何人来，朕都不见。是。陈大人，你不会要跟我说，我实在是没用，国主的手谕我都拿到手了，但是我赶到法场已经来不及了。什么？我要进宫，我要去见国主。潘大人。你现在去，于事无补啊！现在我去处理离人诏的后事，你也要好好保重啊！我要进宫，我要去见国主。各位大人，国主交代过，你们都不能进啊！潘大人，你有病，你先回去吧。滚开！滚开！我要见国主。为什么国主要杀一个忠臣？为什么国主要听信虚有的谗言呢？潘大人，你还病着呢，您先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我的病算什么？国家有病才可悲呀！国主不见臣，不治虚有此等小人之罪，臣就长跪不起。国主啊，我潘有死不足惜，我要为离人诏哀悼，为天理沦亡痛哭，为我江南国家不存悲号，天理何在呀？国主不杀奸臣，朝廷四害土崩，竟敢诅咒我朝！立现眼前，还要带走？你们全部都走！潘大人，您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我不回去。潘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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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走潘大人！来，潘大人，快送他回去！快点，送他回去！慢点。国主，传朕口谕，叫太医给潘大人治病。是。可惜呀，可惜了一员猛将。这晋王的做法也太绝了。皇上，臣以为，晋王或许是担心我军将来伐江南的时候，遇到离人诏会有麻烦。这李煜也太蠢了吧！竟然也会上了当，中了计。冤枉啊，离人诏！不战死疆场，却死法场。一代武将，竟然会落得如此下场。曹彬，朕找你来，就是希望你能够多多的了解京城。朕要你到京城各处关卡及驻军去看一看。朕想把你调回京城来。是。那臣要不要知会晋王？不用了，这不关他的事。夫人，夫人，晋王派人给夫人下请柬来了。
持械赏局。回了他，说我不去。奴婢收到请柬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，可是来的人根本就不听，说这样没法跟晋王交代。夫人，来接您的轿子已经停到宫门口了，赖着不走，怎么办啊？好一个霸王请客！好，我们就给他个交代。妾身蒲柳之质，蒙邀雅宴，受宠若惊。惜妾旧样未愈，又感风寒。王爷拳拳圣意，只能心领。好一个华蕊！你竟敢拒绝本王！凭我今天的地位，我晋王想要全天下的女人都可以，偏偏让你一个降妃，折腾的我像个粗鲁的莽夫一样，真是没意思。可本王要的就是你。你说这个人呐，真的是很奇怪。哼，这普天之下，比你听话的，比你美的女人多的是。可是你越反抗，本王就越想征服。哼，我把你吃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啊，说话呀！我把天下的女人都吃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哼！就算我这辈子得不到你的心，我也要对你呼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娘，启禀王爷，前属孟氏族人求见。啊，都来了。这有人密告说你们与蜀地暗中联系，企图谋反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最好你们自己从实招来吧。没有的事儿啊，晋王，我们来汴京已经多时，早已把此地当成自己的家了，怎么还会要谋反呢？哼，是吗？那本王怎么听说你回过蜀中成都？孟氏族人怎么会无缘无故被下在晋王府的牢里呢？他们有冤屈啊！冤屈？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好。
让花蕊夫人救你们出去的。这简直是太无耻了！宋军伐蜀，蜀国14万大军不战而降。现在在国破家亡之后，谁还会来造反？谁会相信？夫人，不打是招，屈打也是招。只要招了供，画了押，假的也变成真的了。这是老天降灾，要灭了孟氏一族。孟氏族人是无辜的，我绝对不会坐视不顾。夫人是要去求皇上吗？求皇上？求皇上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。晋王要是恼羞成怒，孟氏族人连活路都没有了。那夫人的意思是？燕娘，谢谢你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我希望这件事情你当什么都不知道。就算是皇上问起来，也请你千万不要说，这样就算帮我了。我明白了，是晋王拿着孟氏族人来要挟夫人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太不公平了！公平？在蜀国竖起降旗的那一天，孟昶就已经把公平连带他的妻妾、百姓一并拱手送人了。现在也只有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了。小玉，在，备轿。王爷，花蕊夫人到了。臣妾见过晋王。夫人大驾光临，真是使寒舍蓬荜生辉呀！臣妾求晋王放过孟氏一族。夫人，哎呀，你知不知道企图谋反、证据确凿，这可都是他们自己写的。你看清楚。夫人，你让本王放了他们，你知道这要冒多大的危险吗？臣妾只求晋王把他们放了。您的恩德，臣妾铭记在心。今后，臣妾心甘情愿，一切顺着晋王。哼，夫人，快请起。你看，我不是坏人，我要求的并不多，只不过我真正想得到的是你的心。你本来就应该是我的，我不过是拿回来一点点，我贪心吗？你就不怕被皇上知道吗？这个你放心，我找你的时候，都会在皇上不在的时候，你就放心吧。皇上这几天去了运河工地，3、5天之内不会回来。夫人，夫人。哦，小玉，燕娘姐，夫人呢？夫人已经被接去晋王府了。别着急，我们定想得出办法救夫人的。皇上驾到！奴婢恭迎皇上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夫人呢？啊，夫人到别院玩叶子戏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快去把夫人叫回宫来。哦。皇上，请用茶。
皇上，要不臣妾就说个故事给您听吧。好啊，你说。有一群弟子要出去朝圣，师傅拿出一条苦瓜，对弟子们说：“你们随身带着这条苦瓜。”好啊，颜良，朕谢谢你留在这里陪朕。不过朕不想等了，朕改天再来吧。是。燕娘恭送皇上。王瑾，皇上，备轿，朕要去晋王府。是。参见皇上。小玉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瞎说什么呀！大半夜的，这皇上怎么会来呢？美人儿，一定是你的丫鬟小玉瞎说的。回宫。